欢迎大家来到4月天象速报。今天我们要换一种形式来盘点本月的天象。那么4月的夜空里边到底藏着什么样的惊喜？咱们这次按照时间顺序来讲，同时呢，我俩会根据个人的喜好和推荐程度来打分，5分是最高，1分是最低。话不多说，直接开始。永远不要停止思考。大家好，我是阿姨，我是娜娜，他是包包。咱们先从4月2号的年度粉月来说，首先就是4月2号的满月，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粉月。粉月并不只说月亮会变成粉色，而是北美春季的粉色福禄考花盛开的寓意。肉眼看呢，它还是圆润的月亮这个意思。这次的满月呢，精准出现时间是在北京时间的早上10点钟，月球运行至室女座，视直径和亮度都处于常规满月的平均水平。那么什么地方都可以观测到，不用设备就抬头就能看。那么我们来开始给它打分吧。我打了个3分，你也是个3分。那首先我来说我的感觉，因为它的观赏性呢还是比较亲民的，同时观测难度比较低，日常的赏月吧。我打3分的原因是因为圆月每个月都有，当然观赏性是 OK 的，但是不算很稀缺。是，那3分统一意见了。下一个是4月的第一个热门天象 A1 彗星，在4月4号达到近日点，这是一颗来自于外太阳系的长周期彗星。看了我们前面视频的小伙伴应该已经知道了，它也是本月的核心天象之一。不过呢，这颗彗星的特别之处就是在于它能否通过近日点时，我在换手，近日点时不碎裂。假如它通过了近日点之后，能够达到肉眼可见的程度，观测方向呢是在西方的低空，日落之后的半小时是最佳的观测时间。不过一定要确保太阳是完全落到地平线以下，否则会损坏你的眼睛和拍摄的设备。到光源小的地区，用肉眼都能看到它的绘法，属于可遇而不可求的天象。但是如果在略日的过程当中它碎裂了，那么咱们就洗洗睡吧。截止我们目前录制这一期内容的时候，这颗彗星的亮度已经出现了波动，原本测算的尺寸也大幅度的缩小了，碎裂的风险就很大了。来，我们给这个天象打个分吧。也都是4分哈，都是4分。那说说你的理由。我是觉得它本身也是一个难得一遇的亮彗星，在考虑它的那个碎裂风险和观测难度的话，我扣了1分。它观赏性当然是 OK 的，能看到就是赚到。不过如果是看不到的话，也可以蹲另一颗。是，也还有另外一颗。那我给4分的理由就是它的稀缺性是比较高的，但是它的亮度又存在了不可确定性。同样是4月4号的早上7点是水星西大距这个时间，这次的西大距水星的角距离达到了27.8度，是上半年观测水星的最佳窗口之一。水星作为最难观测的行星，平时都被太阳的光辉所掩盖，只有大距的时候才能崭露头角，所以我们给这个天象也打一个分。我帮3分的2分。2分。你这个我打的要好潦草。好，那先说你的理由。我是觉得水星这个东西观测首先是有一点门槛，再其次它的美感啊氛围感我觉得不是太足，而且想挑战一下的话，小伙伴可以尝试。那我给他3分的理由呢，主要就是稀缺性是适中的，观测难度呢也算适中，所以我打了3分。多1分的原因呢，是因为你错过了就得再等到下半年才能再看到一次西大距了。明白。那水星如果要观测该怎么去看呢？那它的观测呢，其实上也算比较简单。你赶在日出前的30分钟盯着东方的低空去寻找水星的亮度呢，可以达到0.4等左右，肉眼是勉强可见的。用双筒望远镜能够清晰的看见水星那一小个点儿。北半球中纬度地区的观测条件都还算不错，记得找无遮挡的东边的地平线这个方向就能找得到了。进入到4月，也就是全年观测银河的黄金开端了。4月银河的主要出现时间是在凌晨的3到5点钟时间，东南方向它就会缓缓的升起了，呈现出绝美的银河拱桥的形态。虽然银星还没有升到太高的位置，但是刚好能够拍出氛围感拉满的星空剪影的那种照片。记得避开月光的干扰，选择光源少的郊外，肉眼就能看到淡淡的银河光带。4到10月都是银河观测的窗口期，咱们来给4月的银河观测打分吧。3、2、1。
3分的4分。4分。首先它是确实我们等了小半年了，对于看银河来说，年度观星的大幕即将开启。但是呢，因为它需要蹲到很晚，同时呢现在的天气还比较冷，不适合直接冲，所以打了一个适中一点的推荐分数。那我打4分是因为上次你不是一直吐槽说我上次看到了飘了，我觉得银河很容易也就那样是吧？我就看到一次，再去就没看到过了。所以他很期待，多给了1分。对，再加上我是觉得现在咱们这儿湿度不高，就是雨季还没到，可能晴天率也高，晴天率高，对，所以你给的分高，机会比较大。好，那还是推荐的。下一个天象呢是4月10号夜间将会迎来月半鬼宿星团。还记得我们看流星雨的那个时候吗？那轮抢眼的那个小星团就是它了。鬼宿星团呢又名 M44，是北半球肉眼可见的疏散星团，亮度比较温和。当晚的月球与星团的距离非常的近，同框的画面是十分好看的。不过由于鬼宿星团受月光的干扰会比较多，有点难度，拍摄的时候需要一定的技巧，属于小众而又精致的天象。咱们来给这个天象打个分，3、2、1，还是3分，一样的3分。它比较小众，观测方面呢门槛也不算特别高，只是稀缺性比较低，所以我打3分。我打3分的原因是，第一，这个稀缺性一般，对。再其次是当天我查了一下，是个下弦月，那下弦月其实还是月光会干扰鬼宿星团的一个观测，实际上肉眼大概率是看不见，拍摄也有点难度，所以我给3分。那是很平均，大家可以选择性的去观看。下一个天象是4月12号将上演的金星和昴星团。金星作为夜空中最亮的行星，亮度可以达到-3.9等，与你最喜欢的昴星团一起结合，两者角距离很小，日落后的30分钟左右是最佳的观测时间。朝西方的低空寻找，金星很夺目，旁边的昴星团像一团细碎的钻石，肉眼就能很轻松的看到金星和星团的模糊轮廓，双筒望远镜就能观测，新手也能很轻松的找到。我们来给这个天象打分，3、2、1。叮咚，叮咚，4分，4分。你这个像2哦，是有点像。那我的理由就是因为它的画面还是比较精致的，昴星团挺好看的，而且它的观测难度比较低普通大众用双筒望远镜乃至用肉眼都可以看。我打4分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颜值在线的行星级天象。我打4分，昴星团本来就是我的最爱。我觉得首先它的观测难度，只要光污染小的地方肉眼可见。不过我发现这个咱们家这个昴星团是每个月好像都要搞点什么幺蛾子，每个月都搞幺蛾子，所以给他个高评分是吗？是4分。下一个天象呢是4月17号日出以前的东方低空将上演水星、火星、土星3星连珠，3颗行星呢会在晨曦当中聚成一团。相比于多星连珠，3星连珠呢更容易辨识，不过因为时间是比较极限的，要赶在日出前的30分钟找到东方没有视野遮挡的地区，水星、火星、土星亮度是依次递减的，肉眼可以直接辨别3颗亮星。不过日出之后就不要坚持观测了，可能会损害你的眼睛。3星连珠，北半球大部分地区都能观测，南方地区的视角也会更好一些。接下来我们来给这个天象打分，当当，2分，3分。那我觉得呢，是因为行星同框，他们在不同的视角上看上聚起来就很有仪式感。但是扣分的原因呢，是因为需要早起。我的2分呢，首先是因为他们的辨识度不算太高，加上日出的时间卡的又很极限。其实最重要的是因为起不来啊，起不来。不过早8的小伙伴可以提前一点起床，然后去看看这个天象，实际上也还算挺好看的。虽然评分不统一，没有3加2等于5，等于5分，等于5分。看追，实际上也还是可以追一追的。下一个天象是4月19号迎来的月半金星，当晚呢是5%亮度的峨眉月，与亮度-3.9等的金星近距离的相伴。月球和金星都位于西方的低空，日落后的暮光中，细细的月亮伴上亮亮的金星，这不就是标准的星月神话吗？是不是？这个天象还值得期待的。我们来给这个天象打分，4分，3分。我觉得它这个天象还是很有一种浪漫的感觉在里边的，而且它的观测是门槛比较低的，我打3分，属于老少皆宜的天象。
我打4分呢，当然观测难度不大，肉眼可见，包括它这个星月神话，我就很喜欢啊。所以你的分比我高一点，观赏性是不错的。下一个天象是4月的第2颗彗星啊，很让人惊喜。没有看到 A1 彗星的小伙伴也不要着急，23彗星将在4月19号达到最亮，这是一颗长周期彗星，大概率也是首次穿越太阳系的内层，观测价值很不错。截止目前来说，这颗彗星在近日点拟合亮度预测在1.8等左右，在黑暗夜空下用双筒望远镜也能达到肉眼可见。北半球最佳的观测时段是4月下旬的日落后，朝西方低空寻找就可以了。相较于 A1 这颗彗星的观测时间会更加的充裕，且解体的风险小很多，属于进阶天文爱好者的必追天象之一。我们来给这个天象打分吧，4分的5分，出现了全场第一个5分。对，第一个5分。那你来说说你为什么给他5分？第一，它弥补了大家现在大概率看不到 A1 的遗憾，对吧？反而我从一开始说这2颗彗星的时候，我就说我其实更想看2、3。对于有观测条件、有观测设备的小伙伴来说，时间也很友好，观赏性也很友好，是对吧？所以我给到5分，这个月必看。那我少1分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它的亮度还没有达到惊艳的程度，4分大概去年的 Lemon 那种效果能达到了，所以我给它少了1分。专属于深空的浪漫，因为它的亮度并没有那么高，所以还是得需要一点关心的专业设备和知识，可能才能看得到。我的扣分项是在于这儿。但是问题是，去年 Lemon 的那个预估亮度是2等，但是我们去拍的时候4等，其实已经很好看了。我们用相机不也拍出来了吗？那拍出来了，并不代表它好看呢。我觉得 A1 它能更好看啊。打一架。北京时间的4月23号3点钟，天琴座流星雨将会迎来极大值，这是春季的第1场流星雨 ，ZHR 能够达到18到25颗左右，偶尔还会出现明亮的火流星。这次的观测条件也很不错，当天月亮的前半夜就会落下，后半夜的观测效果是最佳的。同时呢，避开城市光污染，不用纠结辐射点朝着天顶方向看就行了。部分省份的气温已经上升，而且零基础的观星者也能轻松的享受这份星空浪漫。来给这个天象打个分吧，2分，3分，加起来5分，加起来5分，大家可以追了。好，你来说你为什么给他那么低的理由？说真的啊，对于看了阴星座和双子座的我有点飘了。我觉得它的流量有点偏小了，再加上又是工作日，又是后半夜，这个 buff 叠加的，是喜欢看流星雨的小伙伴其实还是可以去看的。到时候我们天气好的话，也给大家还是直播一下。我打3分的理由主要就是因为它观赏性跟亲民度都是拉满的，不需要用什么设备同时呢，因为它是春季的第1场流星雨，还是可以尝试去追一追的。同时呢，多1分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些看过双子座流星雨的人看不上这种流量20的流星雨，就是这种人，就是我。以上就是我们在2026年4月为大家推荐的天象了。推荐等级呢是我们个人意志，大家可以酌情的参考。4月还是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天象的。那你对哪个更感兴趣？欢迎在评论区里边艾特你的观测搭子，一起去分享吧。小伙伴们记得提前看好天气和观测时间，选对视野，对，别错过4月的每一份星空浪漫。也欢迎对我们的速报这个形式多多给提供意见。永远不要停止思考，我们下期再见，拜拜。